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层融化加速，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双双凸显。美国政府周五就发布了第二份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列出了所谓4大支柱，同时渲染北极地区的大国博弈。外界注意到，美国主导的北约在北极的军事化动作频频。分析人士担心，美国的新战略将带给北极地区的恐怕更多是动荡、竞争与分裂。周五，美国公布了新版北极国家战略，列出未来10年在北极地区的重要议程。根据白宫的说法，美国的北极战略围绕4大支柱建立，即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国际合作与治理。其中，安全排在首位。美国计划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所谓利益防御能力，以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降低意外升级的风险。白宫声称，与9年前奥巴马政府时期发布首份北极国家战略时的大背景不同，此次更新北极国家战略，主要是因为北极地区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由于阿拉斯加州北接北冰洋，美国被认为是北极国家。在新版北极战略中，美方宣称要寻求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与合作的北极地区。但分析人士担心，美国大肆鼓吹大国竞争，因此新战略的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和对抗思维作祟。外界注意到，早在8月份，美国就借用北约就北极问题发声。当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妄称，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不符合北约国家利益，北约将加强在该地区存在。俄方当时表示反对，指出斯图尔滕贝格的言论是北约要在北极扩大部署的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时也指出，这暴露了北约输出冷战思维、复制阵营对抗的企图。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北极环保、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积极与各方开展北极国际合作，推动北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北极总面积约2100万平方公里，其中约400万平方公里终年被冰雪覆盖。虽然自然气候恶劣，但北冰洋有联系亚、欧、北美3大洲的最短大圆航线，因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航道价值逐渐浮现。一旦北冰洋航道贯通，将使亚、欧和美洲之间的航线缩短6000至8000公里，世界贸易平衡也将被打破。实际上，中国也是近北极国家。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2017年7月，中俄2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就开展北方海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达成政治共识。中俄2国在北极地区成功落实的亚马尔开发项目，在当地就创造了上万就业岗位。中国涉及的北极事务主要集中在科学考察、环境保护、能源和资源开发、航道开发利用等合作性和非排他性领域。2012年，中国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就完成了中国船只在北极航道的首航。随着北冰洋海冰面积的逐渐缩小，北极航道对通行船只的破冰能力要求越来越低，技术和造价已不存在难题。有中国船务公司报告指出，可在渤海湾通行的船只都可以利用夏季通过北极东北航道。2019年，中国商船首次通过北极航道运输石油，航程缩短10天。然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以及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一直受到美西方的过度猜测解读。美国在这一点上也是延续了它近年来逐渐加强的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这么一种考量。美国试图将中国与俄罗斯渲染为、捏造为这样一种北极的这种破坏者，然后以此强化自己在北极的战略优势。这也都是与它当前整个的对外政策形成了一种契合和联动。观察认为，北极有可能成为造福人类的宝库，对塑造全球治理新模式起到示范性作用，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冲突点。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在气候变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下，北极蕴藏的各类资源能源价值大，保护和开发所面临的风险高，行为主体的竞合领域广，对现有北极治理架构提出了挑战。全球有8个国家的领土位于北极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这8国组成了北极理事会。
然而，随着北极经济和战略价值越发凸显，北极国家企图垄断北极治理的情况越发受到全球其他国家的不满。因此，北极理事会又吸纳了中国、印度等国家为观察员国。而在北极8国中，又明显分为北约和非北约两派，其中非北约一派只有俄罗斯一国。在今年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中也遭到抵制，美国则趁机鼓动北约国家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形成北约对俄罗斯7:1的这么样一种阵营划分，将会极大的加剧北极圈内的这种安全的对抗，加剧北极圈内的军事张力，放大北极圈内的军事风险。从国际层面而言，美国拉北约加入北极地缘政治竞争，其在北约国家内部能否形成铁板一块，也十分存疑。美国政府自己从冷战时期至今一直在意北极的军事安全利益，包括在阿拉斯加部署于2.2万名现役军人，并在格陵兰岛设有基地，这是美国最北的军事基地，可监测来自俄罗斯的导弹袭击。2019年，特朗普还提出想购买这个位于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丹麦海外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但是在美国全球战略版图中，北极此前也从未处于核心位置。近年来，美国对北极投入越来越大的关注，还成为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优先事项。据美媒报道，2020年以来，美国空军、陆军、海军、海岸警卫队等均发布了北极战略，鼓吹加强北极地区军事基地建设。去年，美国陆军再次更新北极战略时强调，美国要加强在阿拉斯加州的军力部署，包括驻阿拉斯加美军将从夏季训练转向冬季驻训，并将这支美军改造为多功能部队，涉及情报、太空和电子战系统等方面。北极对于美国而言其实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首先它是美国和俄罗斯重要的间接边界，从北冰洋以及白令海这个方向都能看出美国和俄罗斯是隔海相望。那么随着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恶化，实际上美国也日益加剧了它对来自北极方向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这么一种焦虑。外交上，美国也在加紧动作。8月，美国宣布将任命首位北极大使，负责推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政策，并加强外交力度。从成立北极战略与全球复原力办公室，宣布任命首位无任所北极大使，再到最新发布的又一版北极国家战略，拜登政府日益深入北极，并主动塑造北极政策，无疑背后有绝对的驱动力。随着北冰洋逐渐的升温，当前北极的航道价值，它的一些矿采原材料的价值也日益上升，也引发了全球国际社会对其关注的增加。美国也是正基于此看到了这一点，也是希望通过加大自身在北极的存在，来遏制域外国家的参与，来借此形成自己对于北极地区的这么一种优势地位，一种领先的地位。